面对荣国府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不是只有探春提出了省俭之计。在第72回里，管家林之孝就向贾琏提出过，他建议将一些奴仆开恩放出去，减少些主子小姐们使唤的丫鬟数量。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荣国府的丫鬟奴仆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公司员工，不仅每个月从荣国府拿固定工资，衣食住行的花费也都是从荣国府财政上支出。在荣国府经济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适当的裁减奴仆丫鬟，自然可以节省些口粮月钱，减轻财务上的压力。这一方案是经济下行情况下最常见的减少开支的方式，当然是有效的。而林之孝所说的放出去，其实是指给奴才以人身自由，即恢复他们自由人的身份。而探春在大观园的改革，则是不降低待遇标准，也不裁员，而是通过调动已有人员的积极性来增加生产，以达到减少开支的目的。这一改革的涉及面其实非常小，它仅限于大观园内土地的管理模式，而获得的效益总数也只有400两银子。这400两银子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或许是笔很大的款项，因为按照刘姥姥的说法，20两银子够他们家过1年的。但对于荣国府这样有400来口人，生活又十分奢侈的家庭来讲，400两银子实在是个太小的数字，其经济效益明显的低于林之孝等人关于裁员的建议。而且，探春的做法也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向。这种通过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来减少开支的做法，实际上是由从外面购买商品改为园内生产自给自足，相当于从商品经济又退回到小农经济的范畴。然而，从《红楼梦》书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知道，荣国府生活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时代。荣府在食物方面的需求，当然基本上是由庄田上缴租来供给，然而新鲜的蔬菜、鸡蛋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需求，则大多来自商品市场购买。荣国府内能自己产出的区域，大概也仅限于大观园内。探春的新政在府内无法推广开来，荣国府与商品经济的联系也不可能被割裂。总的来说，探春的土地改革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又触动了一些管理机构的利益，最终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微弱。但探春的改革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失败，在代管家务之初，她就曾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探春胸怀大志，代理管家给她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而她的最得意之作，就是将大观园土地分包给婆子们管理。而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在新政实施以后，大观园的管理出现了新的气象。这在第59回里春燕和莺儿的对话中有所描述。春燕笑道，这一带地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糟蹋。如今进来了，老姑嫂2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你还掐这些花，又折它的嫩树，他们即刻就来，仔细他们抱怨。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婆子们虽然承包了土地，只有照管权，并无占有权，但个个都比得了永久产业还高兴，兢兢业业，起早贪黑的忙碌。与原先从外面雇的工人花匠相比，这些婆子不知尽心尽力了多少倍。大观园内各处的花木都得到精心的照料，园内各房的小姐们也都从中获益。莺儿就说，自从分了地基之后，每日里各房皆有份例，承包园地的婆子每天都进献些花果，供各房的小姐丫头们使用。唯独薛宝钗不要这个份例，她是在遵循刚进荣国府时薛姨妈与王夫人所说的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长之法的约定。她的丫鬟莺儿则认为自己一房从未享用此份例，自己偶尔折些花草应该不是问题，结果却是引来了春燕姑妈的破口大骂。这正是作者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的形象写照。在利益驱使下，各婆子们尽心尽力，大观园各园地的管理井然有序。在探春的推行与引导下，严肃的纪律也随之建立起来，
而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做好众人的表率。在第61回里，有一天，探春与宝钗想吃油盐炒枸杞芽，这其实在每日的份例里换个菜就行，探春却派人给大观园小厨房送了500钱，实际上这个菜只需20-30钱。小厨房又把钱送回说根本用不了，但探春到底不收。在第62回里，探春要厨房准备酒菜为平儿祝寿，也是关照厨房开了账单，在他那里领钱，公与私被分割得清清楚楚，绝没有徇私舞弊的嫌疑。也就是在这一回里，宝玉与黛玉对探春的管家也有番评论。宝玉告诉黛玉，自从园子被分包出去，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这正说明了大观园内管理制度的严格。而黛玉则说，人一旦掌握大权，一般的早就作威作福起来，可是探春却是一步路也不肯多走。这里黛玉是在称赞探春的严格自律、恪守本分。总之，大观园在土地改革后确实出现了新气象，如果仅就这一方面来说，探春的新政是实现了预期目标的。可是如果从经济效益着眼，新政的收益大概是1年400两银子，这一数字与荣国府庞大的开支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第61回可以知道，大观园内供给40人用餐的小厨房，每天消耗1吊钱的蔬菜，约合1两银子，全府约400人，这方面消费约为10两银子。也就是说，省下的400两银子，只够满足荣国府40天新鲜蔬菜的购买。更何况，贪污舞弊是荣国府内的普遍现象，主子们都很清楚这一弊病，却又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对每一个环节逐一审查，更何况有时他们自己也会参与到贪污舞弊中去。第44回里，贾琏就在账房总管林之孝的协助下侵吞了200两银子，而管家们的贪腐则更是常事。这种情况下，荣国府就出现了现金链的断裂。在第72回里，周太监到荣国府打秋风，张口就是1000两，王熙凤只能靠典当东西才能勉强应付。同一时间，林之孝向贾琏提出了裁员的建议，贾琏很可能将这一主张转告了王熙凤。于是在第74回里，王熙凤向王夫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说是要节省些费用。由此可见，探春省下的那一点点钱，对延缓荣国府经济颓败的趋势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酝酿与推出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探春还是未出阁的小姐，视野受到了局限，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尚未参透，但她素有建功立业的宏大志向，一旦能进入管理层，便作为自己展现才华的舞台，在3人管理团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王夫人请3人代理管家的初衷，只是保证日常事务的正常运转，并维持2门内，尤其是大观园的秩序不至于乱套。探春当初领命管家时，王夫人也并没有交代这项工作，纯粹是探春为施展抱负自己外加出来的。因此，探春的改革也未必会得到荣府高层王夫人的认同。而林之孝关于裁员的建议会不会被采纳呢？荣国府的经济危机又为何愈演愈烈？且听下回分解吧。